我月薪6万，全部交给亲妈打理，结果自己家里顿顿白菜豆腐，媳妇甚至连卫生巾都买不起。我和老婆抱怨伙食太差，媳妇却红着眼睛跟我诉苦。妈每个月只给我300块生活费，能吃上这些就不错了。听到这话，我当即甩了她一个大嘴巴子。妈说每月给你3万，你是不是都拿到你娘家去了？她抬起头，眼神里全是绝望。3万，我从来没见过。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6万块的去向可能远比我想象的复杂。我叫李浩，月薪6万，我把它全部交给我妈刘梅。她说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她帮我们统一管理，为了我们的小家好，我信了。我的妻子周月也没有反对。这天回到家，周月已经把饭菜摆上了桌，2菜1汤，1盘醋溜白菜，1盘麻婆豆腐，1锅紫菜蛋花汤。又是这样，我的眉头下意识地皱了起来。连着半个月了，桌上没见过一点荤腥，我心里有点烦躁。这日子过得跟苦行僧似的。我放下公文包，坐在了餐桌前。今天工作累死了。我拿起筷子，扒拉了一口米饭。快吃吧。周月给我盛了1碗汤，放在手边。汤是温的，不烫嘴，他总是这么细心。可我心里的火气却莫名其妙地往上冒。我不是对他发火，是对这寡淡的饭菜。怎么又没有肉？我随口抱怨了一句，筷子夹起一片白菜，在嘴里嚼着，清脆却也单调。餐厅的灯光很亮，我能看见他肩膀在微微发抖。我有点不耐烦。怎么了？我说错什么了吗？没有。他的声音很轻，带着浓重的鼻音。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眶红了。到底怎么了？不想做饭就说，请个阿姨也行。我的语气缓和了一些。周月抬起头，几滴眼泪毫无征兆地滚了下来。李浩，他看着我，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有委屈，有疲惫，还有一丝绝望。你妈每个月只给我300块生活费。什么？我以为我听错了，300块？怎么可能？300块。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却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响起。买大白菜的钱都不够。我愣住了，300块？怎么可能？我妈刘梅，那个总是把一切为了儿子好挂在嘴边的母亲，怎么可能只给300块？不可能！我脱口而出，我妈不是每月给你3万吗？我记得清清楚楚，当初把工资卡交给我妈的时候，我们3个人都在场。我妈拉着周月的手，说得明明白白。小号的工资，妈给你们存起来，每个月我打3万块到小月卡上，当做家用，剩下的我给你们攒着，以后换大房子生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当时周月还点头了，我妈怎么会骗我？周月看着我，脸上露出一抹凄凉的笑。3万？她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我从来没见过。我死死地盯着她，想从她脸上找出一丝撒谎的痕迹，可是没有，只有无尽的悲凉。我突然想起来，周月好像已经很久没买过新衣服了。她脚上那双鞋还是我们结婚时买的。她的化妆台上只有一瓶快要见底的大宝。我以前总以为是她天性节俭，现在我才明白，那不是节俭，是贫穷，是被我亲手制造的贫穷。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疼得喘不过气。我看着桌上的白菜豆腐，突然觉得无比刺眼。这半个月的素菜，每一口都是在抽我的耳光。愤怒、愧疚，还有一种被欺骗的冰冷，瞬间席卷了我的全身。我猛地站起来，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妈。我的手指都在发抖，几乎按不准解锁键。别打！我回头看他，他已经擦干了眼泪，眼神里只剩下一种麻木的平静。没用的，他不会承认的。周月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到脚浇了下来。我冷静了一些。是啊，以我妈的性格，她怎么可能承认？她只会说周月在挑拨离间，到时候又是一场鸡飞狗跳的争吵。而我夹在中间，可能最后还是下意识地选择相信我妈。就像过去无数次一样，我颓然地坐回椅子上，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面是我妈的号码，那个我曾经无比信任的号码。把所有事都告诉我。我看着周月，声音沙哑。周月沉默了很久，像是在回忆那些不堪的过往。从你把工资卡交给他的第2个月开始，每个月1号他会准时过来，不是转账，是给我300块现金。他的语气很平静，没有控诉，没有指责，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可我听着，心口却一阵阵的抽痛。他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3万块放在卡里容易乱花。他说是在教我怎么当一个好媳妇。他每次来都会检查冰箱，检查家里的开销。如果看到有肉，就会说我败家；如果看到我买了件新衣服，就会旁敲侧击说你赚钱不容易。
让我不要只顾着打扮自己，所以后来我就不买了，冰箱里也再没出现过肉。我无法想象这2年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拿着300块，在一个1线城市里维持着一个家的体面。我这个月薪6万的丈夫，却像个傻子一样对此一无所知。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颤抖。周月抬眼看我，那眼神让我无地自容。我说了，你信吗？你只会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是我容不下你妈，是我在破坏你们母子感情。我无言以对，因为他说的对。如果是2年前，不，哪怕是今天饭前，他跟我说这些，我第一反应绝对是这个。对不起。我低下头，这3个字轻得像羽毛，却重得我抬不起头。周月摇了摇头，起身走进了卧室。再出来时，他手里多了一个有些陈旧的笔记本。他把本子放到我面前，我翻开第1页，上面是娟秀的字迹，记录着每一笔开销。2月1号，收入300元，买菜，白菜2.3元，豆腐4元，鸡蛋5.5元，共计11.8元，水电燃气费135元，孩子感冒买药35元，本月剩余112元。一笔笔，一条条，清晰的像一把把刀子插在我的心上。我一页一页的翻，手抖得越来越厉害。每个月的收入都清清楚楚的写着300元。我甚至看到有一页写着买卫生巾12.9元，后面用括号标注着用优惠券省3元。我的眼眶瞬间就热了。我的妻子在我以为她过着优渥生活的时候，却在为了3块钱的优惠券计算，而我竟然还抱怨她不做肉，我真是个混蛋。我去找她。我猛地合上账本，就要站起来。然后呢？周月按住我的手。大吵一架，他矢口否认，然后骂我一顿，最后你再来劝我大度一点，忍让一点。他平静地看着我。李浩，这样的戏码我不想再演了。我愣住了。是啊，然后呢？我没有证据，这个账本我妈可以说周月是伪造的，我拿什么去对质？那怎么办？我第一次感到如此无力。周月抽回手，慢慢地说：如果你真的想解决问题，就不要打草惊蛇。我看着他，他眼中没有了泪水，只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冷静。这2年的苦难似乎把他骨子里的坚韧都磨了出来。从明天起，一切照旧，你当做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什么你都应着，但是你需要证据。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好。周月从我手里拿过账本，眼神里闪过一丝心疼，然后又变得坚定。这个账本我会复印一份。李浩，我要你亲眼看看你的6万块工资到底去了哪里。第2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坐在工位上，我心乱如麻。工作群里的消息在不停闪动，但我一个字都看不进去，脑子里全是那个账本，全是周月那双绝望又平静的眼睛。10点刚过，手机响了，屏幕上跳动着2个字：老妈。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往常一样。喂，妈。哎，儿子。我妈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上班了吧？没打扰你吧？没，刚开完会。我撒了个谎。那就好，妈就是问问你最近工作怎么样，累不累啊？要注意身体，别太拼了。一番嘘寒问暖。放在以前我会觉得无比温暖，今天听来却只觉得虚伪和冰冷。还行，我累。我应付着。不累就好，你放心，在外面打拼，家里的事有妈给你管着，保证给你管得妥妥当当的。你跟小月啊，就是不会过日子，妈这是在帮你们攒钱呢。我捏着手机，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我真想隔着电话问他，你攒下的钱在哪里？你又是怎么对待周月的？但我忍住了。周月说的对，我需要证据。是，多亏了妈。我顺着他的话说，这不就行了？刘梅的语气很满意。对了，妈跟你说个事，你那个工资卡，我前2天去银行查了流水，打出来银行经理都夸我，说我理财理得好呢。我的心猛地一沉。查流水？他为什么突然要去查流水？哦，是吗？我的声音尽量保持平稳。可不是嘛，儿子，你这钱啊，妈都给你用在刀刃上了，每一笔妈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没有说话，静静地听他表演。对了，最近小月没跟你念叨什么吧？他话锋一转，来了，这才是他今天打电话的重点。他在试探我。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念叨了。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哦，他念叨什么了？刘梅的声音里透着一丝警惕。他总说钱不够用，想买点肉，改善伙食。我故意用一种抱怨的语气说，妈，是不是你给的生活费太少了？要不下个月多给他点。我这是在把球踢给他，我想看看他会怎么回应这个3万块的谎言。什么？刘梅的声音瞬间拔高了8度，尖锐刺耳。不够用，我每个月都给他3万，他还想怎么样？儿子，我跟你说，你这个媳妇心太大，太会花钱了，你可得看好她。
别让他把钱都偷偷摸摸贴补娘家了。污蔑，颠倒黑白，熟练的令人心寒。如果不是昨晚亲眼看到了那个账本，我恐怕现在已经信了他的话，开始怀疑周月了。我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意从脚底板一路蔓延到天灵盖。你放心，你的钱我一分都没动，都给你好好存着呢。你看你弟弟李伟马上要结婚了，首付还差那么一点，我跟你爸急得头发都白了，还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养老金里给他凑。我跟你说，我绝对没动你的钱。他提到了李伟，提到了首付，我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极其不好的预感。行了妈，我知道了，我会跟他说的。我匆匆结束了通话，挂掉电话，我呆坐了足足有5分钟，然后我点开了一个几乎从没用过的银行 APP。 这张卡的密码我妈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我输入密码，登录账户，余额只有3215.7元，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我点了交易明细，一行一行的往下拉。每个月5号会有一笔6万块的工资入账，然后在每个月6号雷打不动会有一笔57000块的转账支出。收款人李伟，我的亲弟弟。我继续往下翻，还有一笔，每个月6号同样会有一笔3000块的转账支出，收款人刘梅。我妈自己从头到尾没有一笔钱是给周月的。那个所谓的3万块生活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我这个家里的顶梁柱，这2年来就像一个笑话。回到家，客厅的灯亮着，周月坐在沙发上，没有开电视，只是安静的等着我。看到我进来，他站了起来。回来了。我走到他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把手机递给了他。屏幕上还停留在银行的交易明细页面，那一笔笔刺目的转账记录像一根根针扎在我的心上。周月接过手机，垂下眼帘，他看得非常仔细，一页一页的翻动。客厅里安静的可怕，只剩下屏幕滑动的微弱声音。我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是愤怒，是悲哀，还是早就料到如此的麻木。终于他看完了，他关掉屏幕，把手机轻轻放在茶几上，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没有我想象中的任何情绪，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平静。现在你都看见了。我点了点头，喉咙发紧。对不起。除了这3个字，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这2年他所承受的委屈，远远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弥补的。周月却摇了摇头。李浩，现在说对不起没有用，我们要做的是把属于我们的东西拿回来。我郑重的点头。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在这一刻，我把所有的主导权都交给了他，因为我心里清楚，论对我妈刘梅的了解，我远不如她。我过去20多年的认知，在今天已经全部崩塌。周月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银行流水是证据，但还不够。他可以说是你同意把钱给你弟弟的，甚至可以说是你亲口告诉他密码，让他操作的。以他的性格，他一定会这么说。每一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我妈确实是这样的人，只要能脱罪，她什么话都说得出来。那我们怎么办？我有些焦急。我们需要一个让他无法抵赖的证据。周月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一个能录下他亲口承认这一切的证据。录音。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对，这一次我们要让他亲口告诉我们这6万块他是怎么分配的。我要让他把每个月3万的谎言自己说出来，再自己亲手戳破。我看着眼前的妻子，突然觉得有些陌生。那个总是温顺沉默的周月，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出了坚硬的铠甲。但我知道，这不是一夜之间，是2年，700多个日夜的搓磨和忍耐，才淬炼出他此刻的冷静和坚韧。我的心里除了愧疚，又多了一丝敬佩和心疼。好，我走上前，轻轻握住他冰凉的手。这次我听你的，我们一起把这一切都了结。距离下个月1号还有3天，这3天，我和周月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摊牌做准备。第2天一早，我借口公司有急事，请了半天假。我没有去公司，而是去了电子市场，买了一支最新款的录音笔，还买了一个微型摄像头，伪装成一个充电宝的样子。双重保险，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回到家，周月正在打扫卫生，他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仿佛是在迎接一场重要的仪式。我把东西拿给他看，他仔细检查了一遍，点了点头。录音笔放在客厅茶几的笔筒里，充电宝就放在电视柜上，正对着沙发。他冷静地规划着布局，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清清楚楚。我们反复演练了好几次，模拟我妈进门后可能会坐的位置，可能会说的话，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周月告诉我，那天你不用刻意请假，正常下班回家就行。你出现的太刻意，他反而会起疑心。你就扮演一个刚刚知道真相回来质问的愤怒丈夫，我则继续扮演那个委屈但又不敢大声反抗的媳妇。
你负责发怒，把他的情绪引爆；我负责示弱，让他在得意忘形中说出实话。我看着他，心中五味杂陈。他把人性算计得如此精准，这都是被我妈逼出来的。辛苦你了。周月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时间过得很快，又很慢。终于到了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1号上午，我在公司坐立不安，频繁地看着手机。9点58分，周月发来一条信息，只有一个字：来。我立刻跟主管请了假，说家里有急事，然后飞快地冲出公司。我没有直接开车回家，我在等一个最佳的回家时机。大约过了20分钟，我妈刘梅的身影出现了。她拎着一个菜市场买的廉价环保袋，脚步轻快地走进了单元门。我深吸一口气，发动了车子。我算好了时间，从她进门到她开始教育周月，再到情绪酝酿的差不多，大概需要15分钟。我要卡在这个时间点推门而入，我要扮演一个偶然撞破这一切的儿子。车子停进地库，我坐在车里，看着手机上的时间一秒一秒的跳动，心跳得像打鼓。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和我妈对峙，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15分钟到了，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让自己看起来带了点风尘仆仆的疲惫感。然后我走下车，走进了电梯。电梯门打开，走到家门口，我能隐约听到里面传来我妈拔高的声音：我给你300块，那是看得起你，你还敢跟李浩告状，嫌少！我告诉你，周月，我们李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我掏出钥匙，手有些抖，但当我把钥匙插进锁孔的那一刻，我的手稳了，我的眼神也冷了下来。好戏开场了，我猛地推开门。妈，你在说什么？茶几上放着3张红色的100元大钞，显得如此刺眼。听到我的声音，刘梅明显愣了一下，她脸上的刻薄和怒气还没来得及收敛，显得有些滑稽。儿子，你怎么现在回来了？她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我重重地把公文包摔在玄关的柜子上。我要是不回来，还听不到您这番真心话。300块，这就是你说的3万块生活费？我的声音里充满了压抑的怒火。刘梅的脸色变了变，但她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儿子，你来得正好，你可得好好管管你这个媳妇。她指着周月开始倒打一耙。每个月给她3万。啊，她是怎么花的？没几天就花完了，这个月又来找我要，我气不过，就先拿了300块给她，想让她长长记性，学会节约。谁知道她竟然还跟你告状，这女人心眼太坏了，就是想挑拨我们母子关系。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如果我没有看到银行流水，我恐怕真的会信了，甚至会反过来指责周月。我冷笑一声，哼，妈，你说你每个月都给周月3万？那当然。刘梅挺起胸膛，理直气壮。我还能骗你不成？好，周月，妈说每个月给你3万，你收到了吗？周月抬起头，脸上挂着泪痕，怯生生地看了我妈一眼，然后她摇了摇头，声音小得像蚊子：没有。你胡说！刘梅瞬间炸了，指着周月的鼻子骂道：你这个黄花精，白眼狼！我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当着我儿子的面污蔑我，我打死你这个脚家精！说着，她竟然扬起手就要朝周月的脸上扇过去。我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够了！我大吼一声。刘梅被我的气势镇住了，愣愣地看着我。妈，我再问你一遍。我的声音冷得像冰。我的工资是不是每个月6万打到卡上？是。她下意识地回答。你是不是每个月只给了周月300块？我没有，我给了3万。她还在狡辩。那剩下的59700块呢？我步步紧逼。钱去哪儿了？刘梅的眼神开始躲闪。我当然是给你们存起来了，为了你们好。存起来了。我笑了起来，笑意却未达眼底。是存到李伟的卡上了吧？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刘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你怎么知道？她脱口而出，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自己说错了，立刻捂住了嘴。客厅里一片死寂，电视柜上那个伪装成充电宝的摄像头红灯闪烁，茶几的笔筒里那支钢笔形状的录音笔也正在安静的工作。我看着我妈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心中没有一丝快意，只有无尽的悲凉。我松开她的手，一字一句地问：在你的心里，我和周月到底算什么？我妈那张惯于伪装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的慌乱。她看着我，眼神里混杂着震惊、心虚，以及一丝被戳穿后的恼羞成怒。什么叫算什么？她试图用提高音量来掩饰自己的慌乱。你是我儿子，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她开始打亲情牌，这是她最擅长的武器。我做的一切，哪一件不是为了你好，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我冷笑出声，家这个字从她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无比讽刺。
在你心里，这个家是不是只有你、我爸还有李伟？我呢？周月呢？我们是用来供养李伟的工具吗？我的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锤子，重重地砸在他的心上。他的脸色越来越白。你胡说八道什么？他终于绷不住了，露出了泼妇的原形。李伟是你亲弟弟，他要结婚买房子，当哥的帮一把，怎么了？你一个月挣6万，给他花点怎么了？你就这么容不下你自己的亲弟弟吗？我给的那叫帮忙。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偷的那叫盗窃。盗窃2个字彻底引爆了他。你这个不孝子！他指着我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为了一个外人，你竟然这么说你亲爸！他的矛头再一次对准了周月。都是你这个扫把星！自从你嫁进我们家就没安生过。你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他连自己的亲妈亲弟弟都不要了？他面目狰狞，再次扬起手要打周月。周月这一次没有躲，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用一种看小丑的眼神冷冷地看着我妈。我再次抓住了我妈的手腕，力气大的她痛呼出声：妈！我的声音里已经没有任何温度。从今天起，这个家不欢迎你。我妈愣住了，她大概从没想过，一向对她言听计从的我会说出这样的话。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请你出去。我拉着她的胳膊，把她往门口拖。她开始撒泼、挣扎、哭喊。李浩，你疯了！你要赶我走？我是你妈。我打开门，毫不留情地把她推了出去。还有，我站在门口，居高临下地看着她。这2年你从我工资卡里拿走的所有钱，一分不少，全都给我还回来，否则我们就法庭上见。我指了指电视柜和茶几，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录下来了。她的哭喊声戛然而止。她难以置信地看着客厅里的摆设，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我不再给她任何反应的时间。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整个世界瞬间安静了。我背靠着门板，慢慢地滑坐在地上。周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蹲下，她伸出手，轻轻地抱住了我。都结束了。她在我的耳边说。我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这不是软弱，这是一个男人在亲手埋葬了自己20多年的认知后唯一的宣泄。我们在地板上坐了很久，直到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抬起头，擦干了眼泪。周月递给我一杯温水。好点了吗？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一直没放弃我。如果不是他，我可能一辈子都会活在那个虚假的母慈子孝的幻梦里，像一个提线木偶，被人操控着人生，还甘之如饴。周月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释然。我们是夫妻。这几个字比任何安慰都更有力量。是啊，我们是夫妻，是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我站起身，把他也拉了起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战利品。我走向电视柜，拿起了那个充电宝，又从笔筒里取出了那支录音笔。我们把设备连接到电脑上，视频和音频文件都完好无损。我点开视频，画面清晰，声音清楚。我妈那张因为愤怒和贪婪而扭曲的脸纤毫毕现，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了下来。我看着电脑屏幕，心里再没有一丝波澜。总共多少钱？周月问我。我拿出手机，打开计算器。月薪6万，2年24个月，总收入144万，每个月给我妈3000，给李伟5万7，他自己拿走了7万2，给了李伟136万8。我看着这一串数字，感觉有些呼吸困难。136万8，这笔钱足以在一个2线城市全款买下一套不错的房子，而我却让我的妻子为了3块钱的优惠券斤斤计较。这笔钱必须拿回来。周月的声音很冷静。他不会轻易给的，李伟更不会。我知道。周月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我们不能只找他，妈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拿到钱、享受了这笔钱的人是你弟弟李伟。你是说我们直接去找他？对。周月看着我，眼神坚定。我们要去告诉他，属于他的好日子到头了，妈那边肯定已经跟他通过气了，他们现在说不定正在商量怎么对付我们，我们不能给他们太多时间。我们明天就去找他，当面跟他谈。这一次我不会再有任何心软。李伟住的房子，他开的车，可能也是我的钱买的。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本该属于我和周月的生活，是时候让他把这一切都吐出来了。我打开一个地图软件，输入了李伟家的地址。这还是上次家庭聚会时我妈炫耀着告诉我的。你弟有出息，自己买了婚房。现在想来，真是天大的讽刺。明天我就要亲自上门，去收回属于我的一切。第二天是周日，我和周月起了个大早。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家里吃早饭，而是开车出去找了一家最好的广式早茶店。我们点了满满一桌子，虾饺、烧麦、凤爪、金钱肚。
都是周月以前喜欢吃，但这2年再也没碰过的东西。我看着他的眼睛亮起来的样子，心里又酸又暖。吃完饭，我们没有回家，我直接开车向李伟家而去。那是一个新建的高档小区。电梯里，我能感觉到周月握着我的手，微微有些用力。我反手握紧了他。别怕，有我。他对我笑了笑。我不怕。我们走到房门前，我按下了门铃。过了好一会儿，门才被打开。李伟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一丝没睡醒的倦意。看到我们，他明显愣住了。哥，嫂子，你们怎么来了？他的眼神有些闪躲，不敢直视我。看来我妈已经跟他通过气了。不请我们进去坐坐吗？李伟的脸色有些难看，但还是侧身让我们进了门。一个穿着同样睡衣的女人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是他的未婚妻王丽。她看到我们也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客套的笑容。谁啊？是大哥和嫂子啊，快请坐。客厅的装修很豪华，一看就花了不少钱。我站在客厅中央环视了一圈。李伟，我开口，声音很冷。李伟的表情变得紧张起来。我今天来只为一件事。是，什么事啊，哥？钱。王丽的脸色变了变，她看了看李伟，又看了看我。什么钱？大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转向他。没有误会，这2年我妈从我的工资卡里一共转给李伟136万8元，这笔钱是我的，现在我要拿回来。王丽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李伟。他说的是真的吗？李伟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他破罐子破摔地吼道：是又怎么样？那是我妈给我的，又不是我偷的抢的。你是我哥，你的钱不就是我们家的钱吗？我用一点怎么了？你的意思是，你没有错？我没错。他梗着脖子喊。好。我点了点头，然后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点开一个音频文件，按下了播放键。我妈那尖锐又心虚的声音瞬间在整个客厅里响起。是存到李伟的卡上了吧？李伟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王丽的表情更是精彩万分。我关掉录音，看着他们。现在还要我拿出银行的转账流水给你们看看吗？李伟彻底蔫了，像一只斗败的公鸡。我看着他，给出了最后的通牒：1个星期136万8千，一分不少地还给我。如果1个星期后我的卡上没看到钱，那这份录音还有银行流水就会被送到2个地方，一个是法院，另一个就是你父母的家里。我的话像是一把重锤，砸碎了李伟和王丽面前的一切，也砸碎了他们用我的钱堆积起来的虚假繁荣。王丽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她看着我，又看看身边的李伟，眼神里从最初的震惊慢慢变成了审视、怀疑，最后是毫不掩饰的冰冷和厌恶。我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威胁已经给出。我拉着周月的手转身就走，李伟没有拦我们，王丽也没有，他们像是2尊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像，僵在原地。身后传来砰的一声，是房门被我们关上的声音。走进电梯，密闭的空间里，我能清晰地听到周月和我的呼吸声。电梯的镜面映出我们的脸，都很平静，却又带着一种风暴过后的疲惫。我们回家，周月点了点头，把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知道，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我们身后那扇紧闭的门内，另一场战争已经爆发。136万8千。王丽的声音尖锐的像是指甲划过玻璃。李伟，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伟嗫嚅着，不敢看他。就是我妈她说，哥的钱反正也是存着。啪！一声清脆的耳光，王丽的手在微微发抖。你妈让你去偷，你就去偷吗？李伟捂着脸，终于被激怒了。我花我哥一点钱怎么了？哼，一点钱，100多万叫一点钱。李伟，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指着这间装修豪华的屋子。这意味着我们脚下站的地方是赃物，我们买的车是赃物，我手上这个钻戒也是赃物。我王丽要嫁的是一个有上进心的男人，不是一个靠西哥哥血养活自己的寄生虫。他的话字字诛心。李伟的脸从红到白，又从白到青。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我说错了吗？王丽冷冷地看着他。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每个月工资就8000块，怎么可能付得起这里的首付和装修？我一直以为是叔叔阿姨的积蓄，没想到是你们一家人合伙掏来的。他深吸一口气，眼神里只剩下决绝。我告诉你，李伟，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1个星期你要是还不上这笔钱，我们就立刻分手，取消婚礼。我王丽丢不起这个人。他说完，转身就走进了卧室，关上了门。客厅里只剩下李伟一个人，他呆呆地站着，脸上火辣辣地疼，
但他更疼的是心。他知道王丽说的是真的，如果钱还不上，这个婚就真的结不成了。他拿出手机，手指颤抖着拨通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那个把他推入深渊、能拉他一把的人。电话一接通，他就哭了出来。妈，出事了。我妈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家里坐立不安。她一整个下午都在等李伟的消息。在她想来，我昨天不过是一时冲动。等我冷静下来，血浓于水的亲情自然会战胜一切。她甚至已经想好了说辞，只要我服个软，她就顺势下个台阶。大家还是一家人，钱的事以后再慢慢补偿周月就是了。怎么了？哭什么哭？没出息的东西！她厉声呵斥，以此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慌乱。李伟在那头把刚才发生的一切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重点突出了我的冷酷无情，突出了王丽的决绝。妈，婚房的首付、装修还有车，全都是用的哥的钱。要是闹到法庭，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被收回去？那我不是一无所有了吗？李伟的恐慌通过电话线清晰地传递了过来，刘梅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她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她那个一向听话的儿子，这次是铁了心要撕破脸了。慌什么？天塌不下来！她在大脑里飞快地思索着对策。还钱？不可能，那100多万已经变成了房子、车子，变成了李伟的面子，怎么可能吐出来？既然软的不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你别急，也别去找王丽。刘梅压低了声音，对着电话那头说：“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妈来处理。你哥这个人我最了解，他就是个吃软不吃硬的犟脾气，但他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孝顺，就是看着我们这个家。”妈，你的意思是？刘梅的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他不是要跟我们撕破脸吗？他不是要为了一个外人连亲妈亲弟都不要吗？好啊，那我就让他看看不要这个家是个什么下场，我就让所有亲戚都知道他李浩是个多么不孝的逆子，我要让他在我们整个家族里都抬不起头来。这是一种舆论的绑架，用亲情和道德编织成一张网，一张能把我活活困死、逼我就范的网。妈，这好吗？李伟还是有些犹豫。行不行试了才知道。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大舅、给你二姑、给你爷爷奶奶打电话，明天就在你爷爷家开一场家族大会。我就不信，当着所有长辈的面，他还敢这么嚣张。挂掉电话，刘梅没有一丝犹豫，立刻开始翻找通讯录。她拨通了第一个号码，电话接通的瞬间，她的声音立刻充满了悲怆和委屈。喂，是大哥吗？我是刘梅啊，大哥你要为我做主啊！我那个儿子李浩他要逼死我啊！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我的审判就这样拉开了序幕，而我对此还一无所知。傍晚，我和周月吃完晚饭，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我接了起来。喂，是小浩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而威严的声音。爷爷，我有些意外。明天上午10点到我这里来一趟。爷爷的语气不容置疑。把周月也带上，你妈和你弟弟也会来，家里的长辈都会到，你们兄弟俩的事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说完他就挂了电话。我握着手机愣在原地，我看着周月，他的眼神一片清明，他显然也猜到了。鸿门宴。他轻轻吐出3个字。第二天上午9点半，我和周月前往爷爷家。那是一个老旧的小区，承载了我童年所有的记忆，也曾经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港湾。今天我却感觉自己像是要去奔赴一个刑场。周月一路上都很安静，肃静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但我握着他的手，能感觉到他掌心传来的坚定的力量。别怕。他反过来安慰我，该怕的不是我们。我们并肩走上楼梯，门是虚掩着的，里面传来压抑的说话声，还有我妈断断续续的哭泣声。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客厅里坐满了人，爷爷奶奶坐在主位上，脸色严肃。大舅、二姑，还有几个我说不清辈分的亲戚，分坐在两旁的沙发上，像是一场3堂会审。而我妈刘梅和李伟则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我妈的眼睛红肿，正拿着纸巾抹眼泪。李伟低着头，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看到我们进来，所有的声音都停了，10几道目光齐刷刷地射向我们，仿佛我们才是犯了滔天大罪的罪人。来了。爷爷敲了敲手里的拐杖，声音沉闷。坐。他指了指客厅中央特意为我们留出的2张椅子，正对着所有人，像2个等待审判的犯人。我和周月对视一眼，坦然地坐了下来。人到齐了。爷爷环视一圈，缓缓开口：“今天把大家叫来，不为别的事，就为他们兄弟俩的事。”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李伟。小浩啊，他把目光定格在我的脸上。你妈说你要跟你弟弟断绝关系，还要把他告上法庭。他说你辛辛苦苦赚的钱，你弟弟用了一点你就容不下了。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周月在旁边挑唆，有没有这回事？他的声音不大，
但每一个字都带着千钧的重量。这是在给我定罪。还不等我开口，我妈的哭声就适时地响了起来。爸，你别问了，她哭得声嘶力竭，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本事，我不该想着帮儿子攒钱，不该帮衬小儿子一把。我养了个白眼狼啊，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他现在要为了一个外人把我送进监狱。他一边哭一边用怨毒的眼神死死地玩着周月。小浩，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妈说话？二姑率先发难，一家人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非要闹到法庭上。大舅也皱起了眉头。你弟弟用你点钱怎么了？他是外人吗？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我看啊，就是娶了媳妇忘了娘。一句句指责像刀子一样飞过来，他们根本不问事情的真相，他们只相信我妈这个受害者的一面之词。在他们眼里，长幼有序，亲疏有别。我是兄长，就该无条件帮助弟弟；我是儿子，就该无条件孝顺母亲。周月只是一个外人。李伟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忏悔。但我从他偶尔抬起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得意。这就是他们的计谋，用整个家族的压力来把我压垮。所有人都说完了，等着我的忏悔和道歉。爷爷看着我，再次敲了敲拐杖。小浩，大家的话你都听到了。现在我问你，你妈和你弟弟到底是不是你的家人？你愿不愿意看在我的面子上，看在列祖列宗的面子上，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带着不容抗拒的威严。把你手里的那些东西，什么录音，什么流水的，都拿出来，当着大家的面删了，然后给你妈给你弟弟道个歉，以后你们还是一家人。我看着爷爷威严的脸，他的话像是一刀最后的圣旨，不容我反驳，只需我遵从。客厅里的空气凝重的像要滴出水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他们像一群兀鹫，等待着我低下高傲的头颅，任由他们啄食我的尊严。我妈的哭声渐渐小了下去，变成了得意的抽噎。李伟的头也微微抬了起来，嘴角似乎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弧度。他们赢了，至少他们以为自己赢了。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我轻轻地笑出了声。爷爷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你笑什么？他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不悦。我没有回答他，只是缓缓地站起身。周月也跟着站了起来，他走到我的身边，与我并肩而立。我从口袋里掏出了我的手机，然后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按下了播放键。一道尖锐、刻薄又无比熟悉的女声瞬间响彻了整个客厅。我给你300块，那是看得起你，你还敢跟李浩告状，嫌少！我告诉你周月，我们李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客厅里瞬间鸦雀无声，我妈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她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手里的手机，像是见了鬼。录音还在继续，是我充满怒火的质问声。300块，这就是你说的3万块生活费？然后是我妈理直气壮的狡辩。我每个月给他3万啊，他是怎么花的？没几天就花完了。录音里我的声音步步紧逼。那剩下的59700块呢？钱去哪儿了？我当然是给你们存起来了，为了你们好。存起来了，是存到李伟的卡上了吧？最关键的一句来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然后他们听到了一个心虚到极点的声音。你怎么知道？这句脱口而出的反问胜过任何辩解，是铁一般的证据。李伟的脸瞬间没了血色，整个人都瘫软在了小板凳上。我妈更是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录音播放完毕，我关掉手机，把它放回口袋。我没有说话，只是用冰冷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爷爷的身上，他的手紧紧地握着拐杖，手背上青筋暴起。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整个家族的公道和威严，在这一段短短的录音面前被击得粉碎。刚才还嘈杂不堪的客厅，此刻安静的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没有人敢说话，也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适时的耳光抽在每一个人的脸上，火辣辣地疼。我妈刘梅猛地从板凳上弹了起来，她像一个疯子，头发散乱，面目狰狞。她没有看我，也没有看那些亲戚，她死死地盯着周月，那眼神像是要活活吞了她。是你，都是你这个贱人！她嘶吼着朝周月扑了过来。是你算计我，是你设圈套害我，我打死你这个搅家精！我早有防备，一步上前挡在了周月面前。我抓住了我妈挥过来的手，用力一甩，她踉跄着后退了几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够了，事到如今，你还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吗？我妈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这次不再是演戏，是真正的歇斯底里的崩溃。我没脸活了，我没脸活了！她拍打着地面，撒泼打滚。我辛辛苦苦为了这个家，我有什么错？李伟是你弟弟，你就不能拉他一把吗？你就这么狠心，非要逼死你亲妈吗？他又开始打亲情牌，企图用道德绑架我，可惜已经晚了。爷爷，我不再理会他，
而是转向了主位上的老人。现在您还觉得我该道歉吗？爷爷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手里的拐杖重重地在地上顿了一下。不像话，简直是不像话！但他怒吼的对象不再是我，而是地上的刘梅和旁边失魂落魄的李伟。刘梅，你给我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还有你，李伟。爷爷的拐杖指向我弟弟。你哥的钱你也敢拿？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这笔钱必须还！爷爷终于给出了他的判决。李伟的身体猛地一颤，我妈的哭声也戛然而止。爸，不能还啊！他尖叫道：“那钱都买了房子和车了，怎么还啊？”爷爷的态度很坚决。卖房卖车，总之这笔钱必须还。我看着这一场闹剧，心里没有丝毫的快意。我想要的从来不是爷爷的公道，我想要的是彻底的解脱。不必了，我淡淡的开口。所有人都看向我。这笔钱他还不还，都跟你们没关系了。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我会走法律程序。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从今天起，我和周月跟你们再无任何关系，爷爷奶奶、舅舅姑姑这些称呼，到今天为止，以后我们就是陌生人。说完，我不再看任何人的表情，我拉起周月的手，我们走。我们转身走向门口，身后是爷爷气急败坏的怒吼：你这个逆子，你要脱离家族吗？是妈妈绝望的哭喊：李浩，你不能走，你走了我怎么办？我没有回头，我拉着周月一步一步走得无比坚定。我推开那扇沉重的木门，外面是明媚的阳光照在我和周月的身上，温暖而又自由。回家的路上，我和周月都没有说话，但我们紧紧握在一起的手传递着彼此的心情，那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卸下千斤重担后的轻松，一种挣脱所有枷锁后的自由，回到我们的家，这个第一次真正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家。我关上门，把外面的一切纷扰都隔绝在外。周月走到窗边，拉开了所有的窗帘，阳光争先恐后地涌了进来，洒满了整个客厅。他看着我，眼睛亮得像星星。李浩，我想吃火锅。好，我笑着点头。我们现在就去买菜。我们一起去了楼下的大型超市，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这样悠闲的像普通夫妻一样逛超市。推着购物车穿梭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之间，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周月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像一个从没见过世面的孩子，看什么都觉得新奇。他拿起一盒顶级的雪花肥牛，看了看价格，又下意识地想放回去。我从他手里拿了过来，直接放进了购物车。以后你想吃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再也不用看价格了。周月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他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我买了很多东西，新鲜的毛肚，爽脆的黄喉，手打的虾滑，还有各种蔬菜和菌菇。回到家，我们一起在厨房里忙碌，他洗菜，我切肉，我们聊着天，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厨房里弥漫着食物的香气和一种叫做家的温暖味道。锅里的汤底很快就咕噜咕噜地沸腾起来，红油翻滚，香气四溢。我们坐在餐桌前，看着这热气腾腾的一锅，仿佛要把过去2年所有的委屈和冰冷都融化在这一锅滚烫里。我夹起一片肥牛，在锅里涮了7、8秒，然后放进周月的碗里。尝尝。他夹起来吹了吹，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然后他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砸进了蘸料碟里。怎么了？不好吃吗？我有些慌了。他摇着头，一边哭一边笑。不是，是太好吃了。我只是觉得这一天我等了太久了。我伸出手擦去他脸上的泪水。对不起，以后不会再让你等了。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我和周月看着彼此，相视而笑。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我拿出来看，是一条银行的短信通知。尊敬的客户，您尾号1234的银行卡收入人民币20万元，交易对方李伟。他开始还钱了，看来王丽给他的压力比整个家族给我的压力要有用得多。我把手机收了起来，没有告诉周月，就让这一刻的美好再持续的久一点吧。这顿火锅我们吃了很久，从黄昏吃到夜幕降临，我们把所有的菜都吃得干干净净。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因为我知道这吃的不是火锅，是心声。平静的日子只持续了不到1个星期，这几天是我和周月结婚以来最像夫妻的日子。我把我的工资卡重新交到了他的手里，密码改成了他的生日。这个家的财政大权从今天起只属于他一个人。他看着那张卡哭了很久。李伟的钱陆陆续续的打过来，他发信息给我，求我宽限几天，说他正在挂牌卖房子。我只回了2个字：尽快。
我以为事情会就这样在法律和金钱的轨道上慢慢走向终结，但我低估了我妈的狠毒。一个被夺走了掌控权、被戳穿了所有谎言的女人，她的反扑会像毒蛇一样致命而阴冷。下午，我正在开一个重要的项目会议，手机在会议模式下震动了一下，是同事小张发来的信息：浩哥，快下来，你妈在1楼大厅说要找你。我的心猛地一沉，我跟主管告了个罪，匆匆走出了会议室。我乘坐电梯直接下到1楼，电梯门打开的瞬间，喧哗声和哭喊声就灌进了我的耳朵。而在人群的中心，我妈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她头发散乱，衣衫不整，脸上画着2道清晰的泪痕，正拍着大腿嚎啕大哭。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如今要逼死我。他1个月挣6万块，全都给了一个狐狸精。那个女人不给我们老2口1分钱，还要把我儿子从家里抢走。她现在连亲妈都不认了，要把我赶出家门。周围的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他们的眼神充满了同情，但那同情是给他的，投向我的则是鄙夷和不耻。我感觉到全身的血液都冲上了头顶，这就是我的母亲。为了达到目的，她可以毫不在意地毁掉我的事业，我的人生。我穿过人群，走到了她的面前。妈，这里是公司，不是你撒泼的地方。看到我出现，她哭得更来劲了。你终于肯出来了，你这个不孝子！她挣扎着想爬起来，抱住我的腿，做足了戏。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死在这里。我没有理会她的表演，我转头对旁边已经闻讯赶来的保安队长说：王队，麻烦你把这位女士请出去，如果她不配合，就直接报警，告诉警察这里有人寻衅滋事，严重影响了我公司的正常运营。我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也包括坐在地上的刘梅。她没想到我会这么不留情面。保安们有些犹豫，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愣着干什么？我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威严。按我说的做。保安们不再犹豫，立刻一左一右架起了刘梅的胳膊。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是他妈！李浩，你不得好死！你会遭报应的！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被2个保安强行拖出了公司大门。大厅里恢复了安静，但所有人的目光依旧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的身上。我知道，这一场风波才刚刚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甚至我的人生，都因为我母亲的这场闹剧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妈被拖出公司后，大厅里的气氛变得极其诡异。同事们看着我，眼神复杂，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疏远。没有人愿意和一个不孝的人走得太近。流言蜚语像病毒一样在公司的每个角落里迅速蔓延。我的项目主管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他没有批评我，只是叹了口气。李浩，家里的事要处理好，公司是讲业绩的地方，但也很看重一个人的品德。我不希望因为这些事影响到你，也影响到我们整个团队。他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我听懂了，这是警告。如果我处理不好这件事，我在公司的前途也就到头了。我对他点了点头。主管你放心，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走出办公室，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妈这一招釜底抽薪，真的打在了我的七寸上。她要毁掉我的经济来源，要让我众叛亲离，要逼我走投无路。最后只能回到她的身边，继续做那个被她掌控的傀儡。我坐在工位上，疲惫地揉着眉心。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拿起来一看，是周月发来的信息。我妈来电话了。我的心咯噔一下，我立刻拨通了周月的电话。她说什么了？电话那头，周月的声音很平静，但平静中带着一丝压抑的颤抖。她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不知道廉耻，蛊惑你不孝顺公婆，说你妈打电话给她，哭着说我们要把她和你爸逼死，她让我立刻跟你离婚回娘家去，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我的拳头瞬间攥紧，我妈真的疯了。她在公司闹完，又去搅乱周月的家庭，她要把我们2个人都逼到绝境。那你怎么说的？我的声音有些沙哑。我跟她解释了。周月的声音慢慢变得坚定起来。我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了她。我说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把录音和银行流水发给你看。我还说李浩是我的丈夫，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会跟他站在一起。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你再听信那个女人的片面之词来质问我，那以后我们就不要再联系了。我听着周月的话，眼眶有些发热。在我被全世界误解的时候，只有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们是夫妻，不说这个。周月顿了顿，继续说，我爸妈明天会过来一趟，他们想当面听我们说清楚整件事，也想亲眼看看那些证据。好，我立刻答应。这是应该的，我必须要给他的父母一个交代。我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心里却是一片冰冷。我妈刘梅已经彻底撕下了所有伪装，她用最恶毒的方式向我们宣战。她以为这样就能把我们打垮，但她错了。她越是疯狂，就越是把我推得更远。这场战争我不能输，为了周月，也为了我自己。第二天，周月的父母从临市赶了过来。
两位老人风尘仆仆，脸上写满了忧虑和不安。我亲自去车站接的他们。回到家，周月早已泡好了茶，他喊了一声妈，眼圈就红了。岳母拉着他的手，仔细地端详着他，仿佛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受了委屈。我没有做过多的辩解，我只是把我的手机和那个小小的笔记本放在了茶几上。爸妈，你们先看这个。我点开了那段完整的录音，也翻开了那个记录着每一笔300块的账本。岳父戴上老花镜，拿起了那个账本，岳母则凑到手机旁听着里面的对话。客厅里只剩下录音里我妈那尖酸刻薄的声音和岳父翻动纸页的沙沙声。周月的父母脸色随着录音的内容一点点的变化，从最初的怀疑到震惊，再到难以置信。最后，当他们听到我妈亲口承认把钱都转给了李伟时，岳父的手停在了账本上，气得微微发抖。岳母的脸上则写满了心疼，她一把抱住周月，眼泪就掉了下来。我的傻女儿啊，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怎么不跟家里说啊？周月趴在母亲的怀里，隐忍了许久的泪水终于决堤。录音放完了，真相大白。岳父摘下眼镜，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他看着我，眼神里不再有芥蒂，只剩下歉意和感慨。小浩，是爸妈错怪你了，这件事难为你了。我摇了摇头。爸，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没有照顾好周月，让他受了这么多苦。误会解开了，周月父母的态度也彻底转变，他们不再提离婚的事，反而开始同仇敌忾。这家人简直是欺人太甚！岳父一拍桌子，怒不可遏。这笔钱必须一分不少的要回来。还有那个老太婆，她不是去你公司闹吗？不是到处败坏你们的名声吗？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喂，请问是李浩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冷静又带着一丝急切。我是王丽。我愣住了，李伟的未婚妻。我想见你一面，就现在。我和王丽约在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她比上次见面时憔悴了很多，但眼神却异常坚定。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做个交易。她开门见山。什么交易？我知道你现在需要证据，不光是拿回钱的证据，更是能证明你母亲品性的证据。我这里有一样东西可以帮你。她说着，从包里拿出手机，点开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陈旧的硬皮本，上面写着4个字：亲情账本。这是什么？我皱起了眉头。这是你妈的宝贝。王丽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从你弟弟上大学开始，你妈给他的每一分钱都记在了这个本子上，包括这2年他从你工资卡里拿走的，给李伟买房买车装修的钱，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都是他对儿子的爱，要让他一辈子都记着。我的心脏猛地一收缩，我没想到我妈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这简直就是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你怎么会有这个？我偷拍的。王丽坦然地说。李伟前2天喝醉了，哭着跟我说他妈有多爱他，多不容易，然后就把这个本子拿了出来。我当时就留了个心眼。我看着他，瞬间明白了他的意图。你的条件是什么？很简单。王丽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我要你在追回那136万8千的时候签一份协议，放弃追究我的任何连带责任。我跟你弟弟已经完了，我不想我的人生被你们这一家子拖进泥潭里。她是一个聪明且足够狠心的女人，她在为自己铺一条退路。好，我答应你。光答应还不够。王丽说。这个账本被你妈锁在她卧室的保险柜里，我可以帮你把它拿出来，但是需要你配合。今晚就是最好的时机。王丽的计划大胆而又周密。你爸妈每周3晚上都要去小区的棋牌室打麻将，8点出门，11点半回来，这就给了我们3个半小时的时间。我看着她，这个女人冷静的有些可怕。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我跟李伟在一起2年，去过他们家无数次。王丽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他们的生活习惯我比你更了解。她说的是事实。这2年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门锁是老式的，我有办法打开，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关键是保险柜，你知道密码？我知道。王丽的眼神里闪过一丝轻蔑。李伟喝醉酒的时候当成炫耀的资本告诉过我，是你妈和他的生日组合起来的8位数。他说这是他们母子俩牢不可破的亲情密码。亲情密码，我听到这4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用来锁住从我这里偷走的钱。今天就是周3。王丽看着我，给出了最后的信息。你来不来自己决定，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一旦他们有了警惕，这个账本你可能就永远也拿不到了。我没有犹豫，我来。晚上7点半，我和周月还有岳父一起开车到了我父母家的小区外面。岳母留在家里，说她心脏不好，受不了这个刺激。岳父跟来是为了给我们壮胆，也是为了在外面接应。8点整，我们远远地看到我爸妈有说有笑地走出了单元门，朝着棋牌室的方向去了。
王丽从另一条小路走了过来，对我们点了点头。走吧。我们4个人像电影里的特工，气氛紧张到了极点。王丽走在最前面，她熟练地避开了几个有监控的角落。我们顺利地来到了那扇熟悉的门前。王丽从包里拿出一套小巧的工具，我看不懂那是什么。只见她在锁孔里捣鼓了不到1分钟，只听咔嗒一声轻响，门开了，房间里一片漆黑。王丽打开手机的手电筒，低声说：“保险柜在主卧的衣柜里。”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我妈的卧室，那是我从小到大都很少踏足的境地。王丽拉开衣柜门，在一堆衣服下面露出了一个灰色的保险柜。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王丽蹲下身开始按密码，她的手指在黑暗中快速地跳动着，滴滴滴，最后一位数按下，保险柜发出一声清脆的解锁声。她拉开沉重的柜门，里面没有太多的现金，只有一些房产证、存折，还有首饰，以及一个静静躺在最上面的深褐色的硬皮本亲情账本。王丽把它拿了出来，递给了我。我接过那个本子，很沉，沉得像一块压在我心头20多年的巨石。我翻开第1页，上面是我妈那熟悉的娟秀的字迹。2010年9月，小伟上大学，第一次给生活费2000元，望儿成龙。我没有再往下看，我合上本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我们走。我们原路返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回到车上，岳父看着我们手里的账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发动车子，离开了这个承载我所有灰色记忆的地方。后视镜里，那栋老旧的居民楼越来越远。我没有直接拿着账本去找我妈，那样的对峙只会沦为一场毫无意义的撒泼和哭闹。我要的不是她的忏悔，我要的是法律的公正和我们应得的一切。第2天，我请了最好的律师，我把所有的证据、录音、银行流水以及那个致命的账本都交给了他。律师看完所有材料，只说了一句话：“李先生，这场官司我们赢定了。”1个星期后，我妈和李伟同时收到了一封来自法院的传票和一封来自律师行的函件。函件里附上了账本中几页关键内容的复印件，那白纸黑字，那熟悉的笔迹，是任何人都无法抵赖的铁证。我不知道他们看到这些东西时的表情，我只知道那天下午我接到了无数个亲戚的电话，有劝和的，有指责的，有痛心疾首的，我一个都没有接。我只是给爷爷发了一条信息：审判日到了。开庭前，我们有过一次调解，地点就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我、周月，还有我们的律师坐在一边，我妈、我爸、李伟，还有他们的律师坐在另一边。这是那次家族审判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妈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苍老了10岁。她的眼神里不再有往日的刻薄和算计，只剩下恐惧和怨毒。李伟则全程低着头，不敢看我一眼。我爸那个一向沉默的男人不停地抽着烟，满脸愁容。调解开始，我的律师冷静而又专业地陈述了我们的诉求。第一，要求被告方刘梅女士与李伟先生立刻归还不当得利，共计136万8千元整。第二，要求被告方就其在原告公司寻衅滋事及对周月女士及其家人进行电话骚扰、毁坏名誉的行为进行公开书面道歉。如果以上2点无法达成，我们将放弃调解，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到时候被告方将要面临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民事赔偿了，还有刑事责任。刑事2个字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妈的心上。她猛地抬起头，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我没有，那是我儿子的钱，我花我儿子的钱犯了什么法？李浩，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你要把你亲妈送进监狱吗？”他的律师尴尬地拉了拉他的衣袖，示意他冷静，但他已经彻底失控了。我自始至终没有看他一眼，我只是平静地对我的律师说：“看来没有调解的必要了。”说完，我准备离开。我的举动让我爸彻底慌了，他一把按住我妈，掐灭了手里的烟。我们同意。他嘶哑着嗓子，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们同意调解。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哀求。小浩，钱我们还，房子我们卖，只求你别让你妈。他后面的话说不下去了。一个男人当着所有人的面，眼眶红了。我停下脚步，不是心软，只是觉得悲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妈瘫在椅子上，不哭了也不闹了，像是认命了一般，目光呆滞。李伟则把头埋得更深了。最终，调解协议达成，他们在1个月内变卖房产，还清所有欠款，并且需要手写一份道歉信给我和周月，签完字。我们走出律师事务所，外面阳光正好。我看着身边的周月，他也正看着我，我们都没有说话。但我们都知道，那段被阴霾笼罩的日子到今天彻底结束了，我们的世界终于迎来了天亮。3个星期后，
我的银行卡上收到了一笔巨额转账，136万8千元。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封快递，里面是2封道歉信，一封是我妈写的，一封是李伟写的，字迹潦草，充满了不甘和怨恨。我没有细看，直接把它们和那个账本一起扔进了垃圾桶。有些东西该翻篇了。听岳父说，他们把老房子卖了，那栋承载了我20多年记忆的房子，如今住进了新的主人。他们一家3口搬去了一个很远的小城市，据说李伟因此一蹶不振，而我妈则像是变了一个人，整日以泪洗面。我没有再和他们有任何联系，他们的生活是好是坏都与我无关了。我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了，那里的环境已经因为我妈的那场闹剧变得不再适合我。我用拿回来的钱加上这些年的积蓄，和周月一起开了一家小小的设计工作室。我们把家也安在了工作室的楼上，一个不大但很温馨的顶层公寓，带一个种满了花草的大露台。周月彻底变了，她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逆来顺受的女人，她开始学画画、学插花、学烘焙。她把我们的家打理得像一个童话花园，她脸上总是挂着明媚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轻松而又幸福的笑。我们工作室的生意渐渐走上了正轨，我负责设计，她负责运营和客户沟通。我们成了最默契的搭档，也是最恩爱的夫妻。我们每天一起起床，一起吃早饭，一起下楼上班，一起为一个小小的创意争论不休。傍晚，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他会挽着我的胳膊，为了1块钱的差价，跟菜贩子磨半天嘴皮，那样子鲜活又可爱。回到家，我们在开放式的厨房里一起做饭，锅碗瓢盆的交响曲里充满了家的味道。我们再也没有吃过醋溜白菜和麻婆豆腐，我们的餐桌上永远都有他精心烹制的热气腾腾的红烧肉、糖醋排骨。他总是会夹最大的一块放进我的碗里，笑着说：“多吃点，补补。”这天晚上，我们吃完饭一起在露台上看星星，夜风微凉，带着花草的清香。周月靠在我的肩膀上，突然问我：“李浩，你后悔吗？”我愣了一下。后悔什么？后悔跟我结婚。如果不是我，你现在可能还是他们眼里的好儿子、好哥哥。我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在星光下，那双眸子清澈得像一汪泉水。我摇了摇头，把他搂得更紧了一些。我从不后悔跟你结婚，我只后悔没有早一点看清这一切，我只后悔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周月，我捧起他的脸，认真地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家。家不是血缘的捆绑，不是无条件的索取，家是2个人的相互扶持，是风雨同舟的理解与尊重。家是此刻我和你一起看着这片星空。”周月笑了，眼角有晶莹的泪光，他主动凑过来，轻轻地吻了我的嘴唇。我也是，谢谢你，我的先生。远处的城市灯火璀璨，天上的星星温柔闪烁。我知道，属于我们崭新的人生画卷才刚刚展开最美的篇章。